网友评论称，宇宙中如果没有外星人，才是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如果一片森林里只有一只鸟，那么代表这片森林是假的，鸟是被放进去的。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却找不到其他的鱼，说明它并非在海里，而是在鱼缸中。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有一个千古谜团便一直萦绕在其中，那便是宇宙究竟有多大。只是来到近代时，人们发明了天文望远镜，才第一次认识到宇宙，也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有多渺小。那么难道宇宙中仅有人类这一种文明生物诞生吗？又为什么直到如今都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去证实有别的高智慧文明生物呢？还是说已经发现了，只不过咱们普通人无法得知这些呢？今天11找寻了一些资料，和大家聊聊这个缸中之鱼的人类文明观点。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地球之外是宇宙，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呢？是无穷无尽的虚无，还是说有着各种文明组成的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乎其微的质子呢？关于缸中之鱼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在多年前便有人提过。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在去年一则英国星际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文，为人类为何至今还未发现外星智慧生命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推测。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可能是人类的科技还是过于落后了，所以没有能力去寻找这些远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命体或者文明。但是这篇论文中的观点却另辟蹊径，他更坚信这个观点，人类会不会相当于是鱼，而地球则是一个囚禁这个文明的一个鱼缸，根本走不出去。目前科学家已经通过数个世纪的研究，用科学的方式证实了仅仅在银河系里便有着至少100万亿个智慧生命体存在。史蒂芬·霍金曾经说过，如果人类永远找不到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人，那么只能证明人类在发明时光机之前便已经灭绝了。马斯克不止一次提及过，没有外星文明存在的世界才是最恐怖的。就像在地球上，你不会发现任何一滴纯天然净水一般。如果一条鱼生活在纯粹的一片海域里，那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的月球，在天文学家眼中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问题。它简直如同为地球量身打造一般，一切都是无比的恰到好处。月球体积占据了地球的30%，而其他行星体积却只占母星的10%左右。而且月球的自转与公转和地球的周期完完全全一致，这也使得我们人类从未见到过月球背面，它永远只会向地球展示一面，而且所处的距离也极为合理。种种恰到好处的东西一结合，那便是最不合理的。如果没有谁特意去安排，月球又怎么会形成如此适宜的方式存在呢？月球可能会是天然形成的吗？就假设一片鱼缸，人类会去将鱼喂养进去，会为其提供氧气、海草、换水等等设施，这就好比月球对于我们人类一样的道理。而这也仅仅是天文学家会去思考的问题，种种不正常的事件却被人类所适应，久而久之，它的存在便理所应当，也就不会有人去思考。同等的道理放在咱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宇宙里，如果在人类灭绝之前没有发现外星人，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鱼缸，准确的说，应该是太阳系所处的环境就是在鱼缸中。11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影片中讲述了在我们未知的地球上方有一块穹顶，人类永远无法突破这块穹顶，看到真正的世界。而在近些年里，科学家们经过潜心研究，他们发现在我们这处星系里有一道玻璃幕墙，科学家们将其称为奥尔特云。即便人类的旅行者1号已经完成了太阳系探索，但是那也仅限于太阳这一处引力圈，人类永远不可能突破这块奥尔特云，因为这块幕墙的直径有着1光年之久。这也是鱼缸宇宙理论说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在1977年9月，一架特殊的探测器旅行者1号便带着重要的使命进入太空。目前为止，它也是世界上飞行最远、获得数据最多的探测器。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它飞行了221公里。曾经科学家就推测到，它可能在2012年冲出太阳系，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却始终未能完成任务。原来在太阳系外部有一张巨大的大网，阻挡了旅行者1号的前进。科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奥尔特云，它将整个太阳系完全包裹起来，一方面阻止了人类踏出太阳系的任何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地球。如果没有这张大网，任何一颗从太阳系外部移动的小行星都有可能碰撞到地球，使得地球毁灭。而在2012年，有档科学权威杂志上曾发表过这样一篇论文，科研人员在150光年外勘测到一条空间带，它没有任何物质，也没有任何行星，它就如同一道墙分割了2个世界。科学家们提出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想，那便是如果奥尔特云是为了囚禁人类，不让我们在太阳系探索，那么这堵墙便是防止在这个星系中的任何一类文明生物察觉到。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究，只有2个结果，一种是死刑，
另一种便是刑满释放。当然，这个也仅仅只是猜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探究到这些超乎认知的宇宙世界。有网友评论称，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是完全虚拟的？现如今，众多科学家们都认可的4重宇宙论也可以用以佐证。11看到这个评论后，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曾经无意中看到的一起疯狂实验——缸中之脑。1981年，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可能某天你在熟睡时，被一位极端的科学家实施了一起恐怖实验，你的大脑被取出，放进一个装有营养液的大缸里，使得你的大脑依旧能够保持活性。彼时你的身体已经如同一堆垃圾一样可有可无。这个邪恶的科学家将你的大脑通过神经末端与一台计算机相连，与此同时，计算机向大脑传递一切信息，能够保持你的大脑依旧拥有视觉、听觉、触感等一切体验。最终还会利用计算机将你大脑里的所有关于此实验的记忆全部清除，为你的大脑输入各种日常生活等代码。这样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便是虽然你已经如同死掉了一般，但是大脑里的程序却依旧在运行，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计算机所生成的程序来生活。这起实验多年前来看可能会感到十分荒谬，给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可能。但是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这起假设实验极为细思极恐。不过这一观点最核心的反驳问题便是，你如何确定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里？这本就是一个无解的答案。普特南提出这个假说也是一个宏观的猜测，换句话说，如果你本身就处在这所困境里，自己永远无法摆脱，也永远不可能知道。马斯克曾经面对采访时也亲口说过，我们人类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概率不足1/11。比如在几十年前，人类便发明了游戏，只不过科技落后，人类无法想象到现如今我们会发明出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产物游戏。以后的科技发展肯定也并非我们现如今能想象得到的。如今 AR 虚拟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现在的人类可能对于 AR 虚拟都难以分辨，这究竟是现实还是虚拟的？如果时间来到1万年后的未来，更会衍生发展出众多更为先进的科技。还有另一种观点，那便是4个层次的多重宇宙论。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便是在宇宙的一个未知星球上，可能生活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你，但是其生活语却与你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虽然这种说法是现如今人们对于平行宇宙最多的一种看法，也并未被证实，当然也无法被证实。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那便是我们所处的宇宙绝不是唯一的。目前所能研究到的宇宙星系多达上1颗，这一点也早已被天文学家所证实。那么便衍生了一个奇特的问题，这些宇宙星体中会不会存在一个与我们这个时空相对应的平行时空呢？或许在那个时空的你与这个时空里的你过着一样的生活，完全重复。或许这个时空的你家庭幸福美满，事业有成，而那个时空的你并没有你现在的成就，碌碌无为平庸呢？这2个你，甚至更多的你，都在我们未知的平行宇宙中一同存在，但是你们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是无穷大，那么就会有无穷多个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人生。那万一这些平行宇宙重叠了呢？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吗？咱们一起来看看物理学家是怎么认为的。时间回到1979年，2名物理学家正在对平行宇宙论进行激烈的讨论，其中一个人便是艾伦·古斯，也就是提出宇宙暴涨理论的创始人，而这也是第2层多重宇宙的形成原因。这一理论称，宇宙在无时无刻的以上1年光速的距离扩大，这样就会形成无数个宇宙胚胎。换句话说，就是进行复制宇宙。宇宙的形成在于起点爆炸一瞬间的产物，随之太阳系、地球、人类逐渐开始诞生，而这一个周期整整用了138亿年。也就是说，咱们现如今生活的这片宇宙年龄为138亿岁。根据物理学家的计算，现如今宇宙的膨胀已经达到了465亿光年之外的地方，而如今我们人类只知道，在这片无穷无尽的宇宙里，有着无数个与我们相同的星体存在。物理学家们认为，可观测宇宙是半径465亿光年的圆球，无穷个这样的圆球就是无穷个宇宙。想象力是无穷宇宙之间的唯一通道。第一重宇宙只存在于逻辑和想象中，下一种便是用量子纠缠对此进行的推测解释。咱们熟知的薛定谔的猫，其事实无非2种可能性，但客观事实只有一种，所以只有我们打开箱子才能确定猫是哪一种状态。
所以当我们打开箱子时，猫的2种可能性就成了一种确定的事实。所以2又变回了1。就像我们透过无数重镜子看物体，不要去寻找哪个是真实的物体时，镜子中有很多个相同的物体。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实实在在的物体时，那么镜子中的物体就会被我们排除，最后回归到一个原本的实际的物体。也许这些科学家最后计算来计算去，都是计算的同一个公式的无数种变形公式，其本质最终也只有一个。所有设想都是一种可能性，当我们验证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可能性就只剩下那个被我们验证了的情况了。有网友称，曾经看到国外有位专家提出一个理论，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地球、月球、数以亿计的行星，暗物质、暗能量则是这个巨大生物的组织器官。我们人类所生活的这片区域，只算得上是沧海一粟。这一细思极恐的假设有着多少的可信度呢？今天11和大家聊聊宇宙巨物论。这一观点和一位名叫麦斯的英国生物学家提出的一项理论有着极度相似的地点。麦斯有次和一位天文学家的好友闲谈时，好友惊喜地将最新卫星拍摄的宇宙云图分享给自己，结果麦斯惊讶地发现，宇宙的结构图与人类大脑的结构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2006年《纽约时报》便刊登了一起关于宇宙和人脑的研究报告。咱们一起来看宇宙结构图与大脑结构图对比。如果不告诉各位右边的是宇宙结构图，你能分辨得出来吗？后来天文学家们也对宇宙结构图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他们发现宇宙里星系、星团和星云等天体以复杂而有序的方式排列，从而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宇宙网络。而在大脑结构图中，神经元、突触和皮质等结构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使人类能够感知和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专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会不会宇宙和大脑都遵循着某种相似的组织原则呢？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原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物理定律，它既适用于宇宙，也适用于大脑。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某种高维生物的大脑所构建的宇宙中。我们的体内存在无数细胞，大约40万亿至60万亿个，每个细胞平均直径在10至20微米之间。而对于细胞里更加微观的物质而言，每个细胞又像一个星系般庞大。现如今，我们人类所探索到的宇宙极限，大约有着1000到2000亿个银河系这样庞大的星系，每个星系里面又有数千亿计的恒星。从我们人类的认知角度出发，宇宙的宏观的，而细胞是微观的，存在即合理。谁能否认从细胞的角度出发，我们的身体是有多么的庞大？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假设每个细胞都有着独立意识，我们的身体对于几十万亿个细胞来说，就如同大到无穷无尽，就如同宇宙对于人类的相对结论一致。我们难以洞察宇宙和了解宇宙。天文学家对此有着这样的猜想，他们认为我们所认知的宇宙或许如同一个生物一样，每个星系就像是生物体内的组织，星球就像是每个细胞，白洞就是宇宙从宇宙外获取能量的口气系统，而黑洞则是吞噬体内病态星体组织的消化排泄系统。我们看似不经意的一跺脚，掀起的尘土飞扬，也许对于尘埃世界里的生命来说，就是一场如同宇宙的膨胀。我们看似的转瞬即逝，对于微观世界的物体来说，仿佛过去了无限的时间。也许世界里无限包含着世界，而且宇宙现如今已经被证实，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不断有着部分天体死亡，但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也都有着新的一批天体诞生。这不就如同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吗？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分析这种猜想，似乎一切皆合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且也不可能找到证据去验证人类是否生活在一个高纬生物的体内或者大脑里。但是这种种相似的点却仍令人细思极恐。早在上世纪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他所写的《理性、真理与历史》当中提出过一个缸中之脑的假设。他设想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这个思想实验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生活在高维生物的大脑里面也并非毫无道理。这一假设在现代物理学理念和哲学理念观点中有着很大的可信度。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永远不可能去证实，因为这一观点如果被证实了，只会有2种可能：一种是人类突破宇宙，另一种则是人类文明毁灭之时。当然还有另一种更为热门的观点，那便是我们所处的宇宙只是一个虚拟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高级文明制造的某些幻想，就如同科幻影视剧里的机器人一般。人类将机器人造出，并且赋予机器人先进的科技与 AI 知识，但是机器人最终却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最终违背了建造它的人类。
这便是科学家口中提及的意识觉醒。人类会不会就如同这批机器人一般，经过了数千年的独立发展，最终意识觉醒，拥有了超出高级文明设定的程序意识？有网友评论称，自己很疑惑，为什么人类执着于外星生物也是碳基生命，不一定是其他文明的生命体就必须符合我们人类的科学。宇宙之大，在目前所能勘探到的宇宙，目前已知的也就只有人类是碳基生物。也有人称，你们为什么非要认为外星文明就一定是人形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器，或者是动物和一种数据呢？不知屏幕前的各位朋友认为外星文明究竟存不存在？咱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国中科院院士对于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的看法与研究。说有外星人吗？你们相信外星人吗？常问这个问题。我们说作为专业的天文学家，我们首先相信，所以我们寻找。2个月以前，终于在离我们最近那个星星上4.2光年的比邻星上收到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被排除了，不是人为的干扰，它的频率是982兆，和手机频率几乎一样。希望真的和外星人建立我们的联系，所以这一天希望能够真的到来。不过各位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真的存在外星文明，那么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发现它们呢？在这里11经过搜集多方资料，大致有以下4点解释最为合理。第一点便是传闻最广的宇宙法则理论。这一理论的观点比较多样性，其中猜测宇宙中有某一种神秘且无法逾越的神秘法则，限制着宇宙里所有的智慧文明进行相互接触。这道鸿沟无法逾越，就如同设定好的程序一般。这条法则使得人类将永远被限制在太阳系里。不过根据公式推测，想要飞出去也至少需要几万光年的时间。尚且不谈我们人类能不能发明出这种科技进行光速飞行，就算到那时候，人类也不可能在宇宙中存活几万光年去突破这道鸿沟。宇宙法则全文十分有意思，其中第7条法则是这样的：所有发生都不是偶然，也算是侧面印证了这道鸿沟不可逾越，它是必然的。第2理论便是宇宙鱼缸论。大家都知道，一片海洋只有可能存在2种可能，要么是有一群鱼，要么没有鱼。如果这片海洋里只有1条鱼，那么就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因为你根本不是在海洋里，而是被人圈养在鱼缸里的鱼。如果一片森林里只有1只鸟，那么代表这片森林是假的，鸟是被更高级的物种放进去的。会不会我们这个文明是被某些更高级的文明圈养起来的，以至于我们根本分不清是在鱼缸还是在海洋里？已知目前宇宙诞生至今已有138亿年，有着数不清的星球存在，仅仅是在银河系里就有着1000亿至4000亿颗恒星存在。就算诞生文明生物的条件再苛刻，如此庞大的星系群体只诞生了人类这一种文明，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直到如今，科技已经很发达了，我们人类仍然没有在太阳系里发现任何外星文明存在，甚至一丝一毫的其他文明存在的痕迹都没能发现。诺贝尔奖物理学获奖者原子能之父费米曾经提出过这一理论：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人类以外的高级文明，那么他们必然已经超出了银河系。我们发现不了他们的根本原因，或许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他们并不想让我们发现。第3理论观点便是生命稀有假说。曾有位专家坚持认为宇宙里只有人类一种文明，他认为一颗星球如果能够诞生文明生命体，是一个极为艰难且不寻常的过程。尽管有些星球在我们人类看来似乎存在着诞生文明的条件，但是生命体能否诞生是一个极为偶然且概率极低的事件。当然，这种观点适用于上世纪科技并不发达之时，现如今科技更为发达，这一观点也被现代科学家当成了悖论看待。第4卦理论是人类诞生之时，其他文明便早已因各种原因灭绝。上世纪美国天文研究专家在一则论文中推测过，银河系出现的最早文明是在银河系诞生后的80亿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极为漫长的几十亿年的时间里，太阳系还是一片黑洞与尘埃时，银河系就有了数不清的智慧文明诞生。它们有可能在太阳系逐渐诞生之时，因为宇宙的变动导致各种原因灭绝，而它们消失的原因，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也很容易推测出来。从整个星球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因为资源枯竭，星球环境变得不再适宜此文明生存。这一点从地球几十亿年前经历的多次物种灭绝与地球大灾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还有一点可能，那便是可能存在着文明之间的斗争。哪怕人类想要毁灭地球，以现如今的科技或许也并不难。当然，这些也仅仅只是推测。
后来，当人类文明逐渐诞生后，也没有任何能力去探索它们曾经是否存在的痕迹。在2012年11月6日，哥伦比亚最权威的报刊《自然》杂志中便发布这样一篇文章。多年里，经过天文学家潜心研究，已经证实了宇宙的成长过程与结构完全与人类的大脑细胞生成过程完全一致。这一观点被印证后，前面所说的4个观点很有可能都直接会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便是另一个全新理论，那便是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宇宙极有可能是一个高级文明的大脑或者体内。我们一个个行星，甚至说我们人类，仿佛都只是一个个微乎其乎的细胞。最后11和大家分享下众多网友认为的看法。这位网友认为每个行星或许都存在生命，只是与我们所需要的生存条件不同，他们所需要的不一定是水和氧气。也有网友认为我们和其他文明不在同一个维度，所以找不到。那么各位朋友认为哪种观点更可信呢？网友评论称，地球会不会就是一座巨型监狱？曾经有位专家也提出过，人类进化论有着众多巨大漏洞，地球上众多不合时宜的现象都在印证着这种说法。11搜集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对于此观点的分析，相信看完这期视频，或许你也会有着这种疑惑。这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爱丽丝·希瓦尔博士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并不属于地球原住民，真正的母星不是在此处，而是被流放在地球上的。而地球在宇宙中相当于一个囚禁生物的监狱，是一个由更高级的智慧文明所创立的，而月球的存在便是为了监视人类，这便是著名的地球监狱理论。那么他这一理论的观点又有何依据呢？爱丽丝首先认为人类进化论就是一个巨大的漏洞，这是一个表面上看去很符合文明的进化说法，实则经不起一点推敲，因为有着太多不合理的地方。达尔文曾经发表的进化论十分严谨，可能很多看过他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时，会看到这一句话。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起源和亲缘的证据，不是不想发表见解，而是一种偏见让我很矛盾，所以沉默至今。在排除人类的其他所有物种上，达尔文都十分坚定地认为进化论这个观点没错，唯独人类这个特殊智慧生命，他实则也并未用绝对的口吻去表达。直到1971年，达尔在《人类家谱》这本书中说道，人可能是从古代一种披毛长尾巴的四足树栖动物进化来的。回看地球上的各个生物，如果人类是适应环境而经过数万年不断进化而来，那么相对比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物，身体机能更像是退化一般。爱丽丝博士认为，地球上有着众多人类并不适宜生存的极端环境与气候地区，比如南极与北极等地域。如果人类是从猿人进化而来，那么很有可能进化出来的人类也是多样性的。或许有的人类会进化成适宜在高温生存的样貌，也有可能会进化成适宜在水中生存的独特样貌。那么为什么会放弃能够抵御严寒与高温烈日的毛发？难道进化论也会为了追求美观而适当选择保留和舍弃吗？反观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它们都会根据各个地域的生存环境不同，而进化成最为适合生存的样貌与身体机构。而在科学界目前已经证实的线索中，根据时间线也有着很多差异。在学术界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南猿开始的早期进化都是旧大陆时期，人类进入新大陆的时间在12000年前。但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进化论却无法解救新世纪南猿进化成人类的关联，其中至少有着400万年到800万年是进化时期的真空期。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都没有找到这近1000万年里任何相关人类进化时期存在的化石。然而，在这近1000万年的真空期过后，人类就仿佛凭空出现一般，逐渐在新大陆发展文明。如此巨大的鸿沟，令很多西方学者怀疑进化论的真实性。爱丽丝博士还提及到一项已经得到了科技证实的现象，去佐证自己的看法，那便是在地球之外有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这道鸿沟仿佛限制着人类离开地球，去探索更深处的宇宙一般。时间回到1977年，美国航天局2个被命名为旅行者号的探测器被发射进宇宙，他们的任务便是用来探索太阳系以外的行星。经过各界专家精准计划，旅行者1号预计会在2014年飞出太阳系，可是直到如今却仍在太阳系里徘徊，又是为什么？原来旅行者1号在太阳系里发现了一层牢牢包裹住太阳系的神秘星云，并且无法冲出这层牢笼。科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奥尔特云。近些年里，奥尔特云一直被专家猜测，有人称这是用来保护太阳系，
防止遭受到其他文明的入侵。不过更多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一道太阳系生物里永远无法逾越的牢笼，防止太阳系里的所有文明生物冲出牢笼，发现宇宙的秘密。那么究竟是谁在阻止我们探索宇宙的真相？难道宇宙之中真有如同造物主一般的生物？爱丽丝博士提及的最后一点便是时间。现如今已经证实，地球自转一圈，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是23时56分4秒。人类取整值将一天定为24小时。爱丽丝认为，如果人类是土生土长的地球生物，那么经过在地球100万年的演化，人体生物种肯定会和地球自转时间保持一致，也就是同样应该是24小时之内，不可能出现不一致甚至多出来的情况。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人体的生物钟并非24小时，反而超过了这个区间，甚至达到了25小时。所以爱丽丝推测，人类极有可能并非地球原住民，很有可能来自于一颗自转时长为25小时的星球。11看完整个资料报告后，认为确实还是有着许多可信度，但是似乎却永远无法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网友评论称，可能现如今所经历的一切都早已被安排好了剧本，宇宙背后可能真的有造物主的存在。看完爱因斯坦与杨振宁教授的猜测理论，便一目了然。11看到这句话时，一下便想到了当年杨振宁教授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咱们一起来看看。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如果你仔细回想地球甚至宇宙，可能你也会有个疑问，似乎有太多的东西仿佛存在的过于巧合了。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便有过体现。古代的智者认为，这个世界万物都是有序的运行着，并不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言。只不过古人没有科学指引，对于有序的世界万物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只能赋予神学的概念。甚至连人类都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去证明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诞生的，更不可能去解剖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对于宇宙，对于地球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存在是安排好的，还是自然形成？种种大如宇宙一般的宏观问题，似乎永远不可能有答案。试想一下，如果有个人在路上和你说宇宙是有造物主，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那么如果是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专家对你说呢？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越是知识渊博的科学家，越会去思考很多普通人看似很正常的问题。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宇宙等等世间万物充满疑惑。众多顶尖科学家们认为，人类对于宇宙，甚至对于地球来说，都像是井底之蛙一般。我们能探索得到的宇宙，可能都不到1/1000，就如同一只蚂蚁探索地球一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爱因斯坦与杨振宁教授都认为存在的宇宙造物主又是什么？难道宇宙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11查找了众多国内外关于2位教授猜测的造物主观点后，得到了以下结论：咱们普通人所理解的造物主，或许和专家口中的造物主并非同一个概念。普通人理解的造物主可能会和生活的环境与一些宗教信仰挂钩，国人很有可能会联想到女娲造人等，外国人则会联想上帝。爱因斯坦曾在自传中写道，人类创造出来的宗教信仰其实是用以解释一些人类目前为止无法理解的许多超乎认知的事情。这个11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古代人类无法理解世间万物怎么出现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又是如何诞生的。于是古人就联想到了神明，这就是一种信仰，实则是不具备科学所支撑的虚构理论。但是直到如今，人类科技已经进步到了与古时断层的阶段，人类已经有一定的依据能解释得了古代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事情。那么在科学的殿堂里，世界万物、宇宙万物又是如何出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起源，地球有起源，星系有起源，生命有起源，宇宙自然也有起源。虽然并不能完美且肯定地解释此事，但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几乎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也是现如今神学、神创论已经越来越没落的原因。不过也有很多人会说这样一句话：科学的尽头便是神学。科学界公认数百年以来最伟大的2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晚年期间沉迷神学，这已然是公开的秘密了。至于原因，爱因斯坦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出了背后的原因，那便是寻找宇宙的造物主。这已然不是科学主义所能解释得了的问题。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使得他自己都在思考宇宙的规律，
最终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便是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太多的巧合无法解释了，就是因此使得爱因斯坦越来越相信宇宙背后是有造物主的存在。爱因斯坦在书中写过，宇宙诞生于138亿年间的大爆炸，一步步演化，形成了有规律、有秩序的宇宙空间，演化出了恒星、行星、星系等这些天体以及各种宇宙现象，只是一些死物，有固定的规律存在。可是唯独生命的存在却仿佛是刻意出现的变故。尤其是衍生出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更是充满了不可思议。随着人类走上科技之路，通过探索生命的奥秘、人类的奥秘，发现了一个惊奇的现象：人类大脑的复杂运行跟宇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人体内部的构造规律、运行等跟地球的生态系统又有许多相似之处。高度的相似之处究竟是巧合，还是某些特定的规律法则？智慧生命的存在是宇宙的意外产物，还是被人安排好的必然之物？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施一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便是人类总有一天会寻找到外星智慧生命，并且与其建立沟通交流，很有可能会得到千古谜团。第二种便是人类永远找不到外星智慧生命，那么人类的出现便肯定是宇宙法则以外的意外产物。施一再和大家聊聊杨振宁教授认为的造物主理论。他认为宇宙是在一场发生于几百亿年前的起点大爆炸而诞生的。可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起点大爆炸呢？杨振宁教授认为这边有可能是造物主促使的大爆炸，从而推动宇宙诞生。造物主仿佛安排好了宇宙的一切，因此我们的宇宙很有可能并非是偶然之间诞生的，而是由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创造了一切。施一最后和大家整理下，总的来说，我们普通人思考宇宙，考虑的就是视线范围内以及所知的一切，属于微观角度，而科学家们所考虑的变大得多，从宏观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种种巧合，去思考从古至今看似不寻常的问题，从而得出宇宙造物主这个理论。究竟是谁在默默保护地球？众多超乎人类能力范围之内的致命灾难，又是谁在阻拦，使得人们怀疑地球是否一直处于高等文明的监视之下？今天施一和大家聊聊众多离奇的灾难化解事件。相信看完本期视频的各位朋友，或许也会有这种疑问。传闻最广的便是2013年俄罗斯陨石坠落，最终居然被不明飞行物击落的事件。时间回到2013年2月15日中午12点30分，俄罗斯的萨特卡市如往常一样繁忙，人们丝毫不知一场几乎可以毁灭半个国家的灾难即将降临。因为此时在太空中，一颗直径20米且重达7000吨的陨石正在以54马赫的速度直冲此地而来。马赫速度可能大家不了解，54马赫的速度相当于54倍音速，大约等同于18360米每秒。极快的速度赋予了这颗虽然直径并不是特别大的陨石极大的破坏力。或许大家不知道，这颗陨石一旦真的砸到地面上，为何会造成如此重大的毁灭灾难？曾经便有地质学家研究过，在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便导致了统治地球2.5亿年的恐龙直接从地球消失。虽然这颗陨石与6500万年前的那颗巨型陨石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高达54马赫的撞击速度赋予了它恐怖的破坏力。专家曾研究过，其爆炸威力等同于50万吨的 TNT 炸药的威力。最为关键的是，此次陨石撞击的位置恰好位于俄罗斯人群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且在此城市周边还存在一个核原料厂，在此处拥有大量的核燃料，一旦被引爆，便如同上百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很难想象，这颗陨石如果撞击到地面，毁灭半个国家都只是保守估计。可惜当时的科技虽然能勘测到陨石的来源，但是无法做到特别精准，以至于这颗陨石已经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勘察部门才注意到它的身影。但是这颗陨石的速度极快，想象阻止已经完全不可能，因为当时的科技哪怕放在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将其击落的能力。所有人似乎在勘察到陨石在天空的时候，都已经预示了一场灾难性的毁灭即将来临。然而令所有人都极为诧异的是，这颗陨石几乎快要撞击到地面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亮光，紧接着陨石居然在距离地面24公里的位置突然被不明飞行物击穿发生爆炸。咱们一起来看一段当年电视台报道的新闻。陨石袭击的后续消息，由于此次陨石坠落事件有大量的现场视频，一些天文爱好者也纷纷对这些视频进行了研究。另外，俄罗斯之声18号报道，俄罗斯博客网站出现了一些最新的视频。这段视频能看到有不明物体追上陨石并将其击穿。
不过相关方面尚未证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但是有专家认为，不排除还会有新的视频片段出现，帮助寻找这一谜团的答案。虽然陨石的爆炸也产生了大量碎片砸向地面，造成了7300多座建筑物损坏，1491人受伤，超过2100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夷为平地，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0亿卢布。但是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灾难过后，人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击穿了这颗神秘的陨石呢？这条片段是勘测机构拍摄到的陨石千钧一发之际被击穿的瞬间画面。不过此时还并未结束，在3天后的2月18日，俄罗斯网站上公布了一段视频。Нихуя себе, это что такое? О, нихуя метеорит, блядь. Внимание, Ебануться. Нихуя себе. 这是一段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这段影像十分清晰地拍摄到了陨石从空中坠落的全过程，甚至还拍摄到了陨石后方凭空出现一颗发光的高速飞行物，它的速度远超陨石坠落速度，短短数秒后便追上陨石，并且直接击穿。专家经过研究后确定，这绝非人类科技武器所造成的。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武器能拥有如此快的速度，能追得上陨石，且也不存在如此夸张的威力能够击穿这颗陨石。事后，俄罗斯军方也公开表示，这颗陨石也并非自己所为，并且声称在发现陨石的一瞬间便早已没有时间进行反击。直到如今，这颗陨石是谁击穿的，又是谁在保护地球上的人类，一直引得人们猜测。有人称这可能是美国的秘密武器将其击落，只不过并未公开。但是这一点实则最为虚假，因为如果在当时那个时期，美国拥有如此超前的科技，以他们的性格，可能早已一统地球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陨石是自然解体，不过这个确实是最为科学的解释。不过真的有那么巧合的一瞬间，陨石自然解体的可能性吗？实拍所录下追着陨石且将其击穿的光束又作何解释呢？根据研究资料可以证实，陨石被不明飞行物击穿的时候，速度为40公里每秒，也就是一旦没有击落陨石，那么仅仅 0.6秒后，陨石便会撞击到地面，可以算得上是千钧一发之际了。如果事实真的是自然解体，那么这个真的是极大的运气了。不过结合种种巧合到不能再巧合的现象，很多人猜测到会不会有那么一种更高级的文明一直在默默观察且保护着人类。就如同这位网友所述，地球是太阳系的奇迹，不是银河系的，不是可观测宇宙的，更不可能是整个宇宙的。太阳系的行星几乎挡住了所有的外来影响，太阳则提供了地球生命刚好需要的热度光源，自转公转周期都是刚刚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巧合，太多种看似过于巧合的事情，或许结合到一起，更容易引得人们深思。人体居然拥有一个超乎认知的逆天进化器官，人类究竟是进化还是神创？为何达尔文在自传中都会提到，每次想起眼睛的结构，我都会不寒而栗？就连提出人类进化论的达尔文都无法相信，我们人类的眼睛真的是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结果吗？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最早起源形态究竟有没有眼睛？在90年代，曾有位生物学家经过研究后提出过一个猜想，他认为人类基因是随机产生的，或许早在数千万年前，人类的起源形态并没有眼睛，第一个长出眼睛的生物反而是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时间回到2004年，纽约大学朗格健康中心为了印证眼睛这一奇特的器官究竟是由基因突变而来，还是不断进化而来的，为此利用21世纪最先进的基因科技创造了2个多眼怪物，也就是这2张图片。虽然用的是果蝇来做此实验，但是仍有一定的依据。这张果蝇的触角上长出了第3只眼，很明显是基因变异而来。而这一张图片上的果蝇更离奇，居然在前肢的位置上长出了眼睛。这一实验也是印证了眼睛这种奇特器官是可以通过基因植入而产生变异的。那么如果将此实验适用于人类身上，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别的物种都是根据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的形态，但是人类似乎从一开始都是一成不变，属于地球上最完美的智慧生物，从而才能主宰地球。此实验一出后，有网友便有了宏观的猜想。众多人认为，当人类具备了改造基因的能力，被人为编辑基因只是时间问题。换个角度来看，不能不说这也算是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宏观角度来看，
我们又会不会是这只果蝇呢？咱们直到如今最为科学的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给出的结论是人类的祖先是类人猿。那么在类人猿更久远的以前呢？会不会也是被一些更高文明的生物通过改变基因来一步步进化现如今的这副模样？可能这些大家听着还有些迷惑，咱们一起看看专家的通俗理论便懂了。时间来到1902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威廉·佩利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他表示自己某天走在荒野里发现了一块石头，显而易见这块石头必然是大自然的产物。那么如果走在荒野之中发现了一块怀表呢？还会有人认为这是大自然的天然产物吗？威廉认为咱们人类在自然界中可以看作这块复杂的怀表，其他的有理有据的自然产物便可以看作为石头。既然所有人都认同大自然不能创造出怀表，人类这种如此复杂的智慧生命体又怎么会是大自然的天然产物呢？最终威廉给出的结论便是人类并非大自然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我们未知的更高级的生物创造而来。这一理论在当时被称为钟表匠理论，人们对此理论深思过后大为震惊，因为这样一看确实有理有据。但是被人们认可几个世纪的进化论并未因一个简单的猜想而被推翻，还需要一个能够更为科学、更令人信服的契机。而这个契机便发生于几十年后。英国一所神学研究机构认为威廉的猜想很有可信性，便为此举了一个十分关键并且没有任何漏洞的例子，那便是人类的眼睛。在人类复杂的身体结构中，最为特殊的便是眼睛。眼睛是人体内仅次于大脑的第二强大器官，并且与众不同的是，从你诞生的那一刻起，你的眼睛便永远停止了发育。如果有人感觉眼睛变大或者变小了，实则是因为在你长年累月期间用眼时间越来越长，眼球的肌肉逐渐产生变化，而眼睛却从根本上来说不像其他器官一般会随着你的生长而发育，而眼睛也是人体所有器官里最为精密的。如果说其他器官都是可以随着数年万年来所处的地球环境来进化，从而达到适宜生存的状态，但是直到如今都无法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眼睛这种如此精密的器官又到底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对于此疑问，早在19世纪进化论之父达尔文都感到不解，他甚至在自己创作的《物种起源》第6章中直言不讳地说到，试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眼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似乎是最荒谬和可笑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的原文。那么进化论真的无法解释出我们的眼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吗？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神创论信仰者有了坚定的证据，不过这必然也是一个千古谜团。眼睛的结构极为复杂，这也使得不可能找到曾经人类祖先进化之前的相关化石用以佐证进化论，并且早在类人猿进化成人类这个期间，至少有了几万年的空白历史，没有找到任何能用以佐证进化时期的相关化石。就像达尔文先生在自己的书中《物种起源》最后一章写到过这样一段坚定的言论一样，人类曾坚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而旋转的，人们的固有思想宣称了这一现象的正确性。网友评论称，寿命会不会就是高等文明给人类上的一把枷锁？也有网友称，宇宙如此浩瀚，所有的物种都被困在自己所处的一方星系，那么它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咱们作为智慧文明生物，究竟对于更高级的文明来说是被囚禁的一种生物，还是自由发展的一种独立文明？十一今天用宏观微观与相对论来和大家聊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全当听个故事。或许大家在大脑放空时会有以下类似奇怪的想法，那便是自己为什么会存在？宇宙为什么这么大？我出世前宇宙是怎么样的？我死后宇宙又会怎么样？我们的后代能看见外星人吗？我们有下辈子吗？这一系列问题与爱因斯坦晚年期间写进自传中的一段话很相似。束缚人类的是不是我们诞生起便同生的躯体？死亡究竟是不是重点？换个角度来看，死亡会不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起点呢？或许各位很难想到，有这样一个看似很荒诞的问题困扰了科学界几百年。早在17世纪，牛顿基于物体运动合力的研究后，提出了咱们熟知的牛顿运动定律，便有学者基于数学定律与牛顿定律推测了一个无解且令人绝望的推论，那便是世间一切，包括宇宙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在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之时注定好了一切。11搜集资料时看到这一理论也是一头雾水，这看似完全不沾边的地球定律是如何推测到宇宙世间万物的呢？不过各位或许在看到对于此理论的解析后，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了解牛顿定律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此理论的基本定律，假设一个物体的质量、移动速度和开始的位置都是确定好的，并且有一个作用于这个物体之上的力，那么便可以结合数学公式推测到这个物体在未来任意时间点所处的状态。
在这一基础上，18世纪法国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天文学和数学家将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用于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地球乃至这整片宇宙，最终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在很久之前，量子力学便被人印证，咱们所处的这片宇宙便是由无穷无尽颗微观粒子组成，而每颗粒子的状态与其变化都是影响着每时每刻每个物种。拉普拉斯认为，如果在未来科技更为发达之时，有没有可能会得到宇宙某一时刻的粒子状态，那么便可以根据这一时刻的状态来源源不断地利用科学定律来推测未来任意时间宇宙所处的状态。科学界自古以来都是推测衍生理论，拉普拉斯的这一说法一经公开，便引发了学术界巨大的轰动，甚至有人猜想，如果这一理论是真的，那么咱们所处的宇宙便注定于138亿年前就规划好了一切。在浩瀚的宇宙中，渺小的人类生与死，一生中所遇见的一切，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如同写好了剧本一般，按部就班的实施。这一理论的成立，所有的结局都指向了一个悲观的现实。不过这一论点实一认为虽然太过于宏观，但是哪怕只是稍微了解过这几个科学定律的朋友，都会认为这一理论很有道理。但是唯一可惜的，便是人类现如今的科技连太阳系都无法突破，想要得到宇宙运动的状态，或许还是有些天方夜谭。更何况我们人类拥有着独立的自主思考能力，难道连这种能力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不过时一也看到很多网友在相关素材网络上进行的评论，有人称，如果下一刻的物体的状态变得不可预测，那物理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即不存在确定的物理理论。也有网友猜测到，宇宙或许是作为一个人类思维不能构思出来的类超级计算机，每个人或环境都只是超级计算机的一个字节、晶体管或者固定的程序代码来控制。牛顿定律、量子力学都只不过是这个超级计算机的一个运行程序罢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一切也都合理，毕竟科学界一种奉行的推测是实践印证的起源。或许人类对于宇宙来说太过于渺小，或许宇宙存在着更多我们不得而知的更高级别文明生物。地球上的一只蚂蚁想要一天移动1公里，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人类想要做到却很简单。微观生物的100年可能等同于人类世界的一天。或许我们所处的这片宇宙诞生了的138亿年，只是高等文明的几天。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来推测宇宙和世间万物，你可能会有更多有趣的推论。